3号，为了6号，你居然士为知己者死。6号之前的一番话，感人肺腑，振聋发聩。像6号这样的正义之士，他就不应该被抓，更不应该被那帮打更人严刑拷打。我作为6号的同道中人，这些就应该由我来承担。放心，纵然生死道消，我亦无怨无悔。说得好，3号高风亮节，真乃我辈之楷模。不像4号那种人，平时满嘴仁义道德，到了真出事儿的时候，还不知道龟缩到哪儿去了。哎，你说你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昨晚我不在京城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？你不是以什么飞燕女侠自居吗？你们有翅膀吗？你飞来看看呀！飞过来，我要是飞到京城，第一个上灵宝阁捅了你。光说不做假把式，我可等不你们小飞燕。你给我等着啊！我看你的头真是不想要。我手机在此，想要就赶紧飞过来。你等着，我等着呢。等着啊！哦，不广少，你思考什么呢？哼，想姑娘呗。哎，听说你昨日又进的好棋楼了？听说你还屏退了杨大人和南宫大人。哎，都听谁说的？听当事人说的。哎，南宫金罗去找头了啊，在春风堂骂了你2个师傅。看来我在春风堂快待不下去了。今日我便豁出去了，管他什么王权富贵，我偏要艺术双赢。徽庆根本就是徒有虚名，毁人前程，有了新欢便叫我居住，我真是有眼无珠，居然受之蒙蔽。徽庆我！徽庆我呀！我是被冤枉的，徽庆我！说山上有千年老灵芝，结果我吃了，我眼都被吃瞎了呀！徽庆误我呀！徽庆误我呀！徽庆误我呀！怀庆，一个乞丐，一个囚犯，一个瞎眼郎中，今日将会陆续的出现在许谦眼前，痛诉他们的悲惨境遇，而造成这样的原因只有一个：怀庆误我。而且整条街我们都已经事先打点好了，此事呢绝不会外传，却足以让许大人信以为真。如此一来，许仙听到怀庆的名字都会绕道走。届时，本宫再亮明身份，主动招揽，表示可以不计前嫌，他一定觉得本宫宽宏大量，对本宫感激涕零。公主英明。哎，公主，门外许谦求见。啊？啊，这也是假的？你不是吃虾了吗你？出来！这是何意呀？启禀公主，此事简直骇人听闻。属下今天偶遇这些居心叵测之人，竟然当街恶意中伤长公主。岂有此理！你们其心可诛！婶子，赶紧把人弄下去，严加审问，看看幕后主使是谁！快快快！是，不必了。属下已经审过了，这几个人并非刁蛮暴民、无端行恶，而是背后有人故意指使，意图诋毁长公主的声誉。公主，您猜此人是谁？哼，长公主一定想不到。这个心思歹毒之人，竟是您的亲妹妹临安公主。说来惭愧，这个作案动机，属下也一并审出来了。这个临安公主
是想招揽我。你怎么想呀？启禀公主，属下根本不必想。这个临安公主虽然想招揽我，但她恐怕不了解我的为人，不然也不会做出如此手段，不会不知道我忠诚不是二主的做人原则。话也不要说的那么绝对嘛。我看这个临安这么大费周章，肯定是诚心招揽你的，真不考虑考虑啊？我明白了。你又明白了？公主之前对我加以试探的原因，不愧是长公主，才智绝伦，消息通达。原来您早就知道临安意欲招揽我，故上次才故意试探我，是否会另择良主。这都让你猜出来了。长公主，请放心，我愿用实际行动践行我的誓言。这就把这些贼子押回衙门治罪。不用了，我知道你的一片忠心了，只是这事儿颇有蹊跷，我需亲自审问。玄子，你把人看住了，你呢，有事儿就先去忙吧。也行，那属下先行告退。玄子，哎，看好了，别伤着公主。好嘞。慢走啊！没事吧？哎呀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这都能被发现了？一开始我们也是谨遵使命，一口咬死就是怀庆。可谁知道，许大人竟然认识书院大儒。君子当生，匹夫依然。在见到大儒之前，那我们也是铮铮铁骨。这谁能想到，这居然还要被问心？我们还被打了一顿，你们心里受到了双重拷问。公主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。好了，玄子，给他们一人发20两，让他们回家吧。好，多谢公主，多谢公主。慢点，抱歉。公主，怎么办啊？没想到这个许大人这么聪明，咱们这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吗？这话别说是长公主了，连我听了都大为感动啊！她当时的确大为震撼。哎，你说这怀庆当初对你还怀有戒心？可不嘛，这怀庆之前就对我言语试探，我还因此困惑了许久。谁想到临安主动送上门来，我正好借此以表忠心。那这下长公主对你深信不疑了吧？不只是长公主，昨日我在魏公面前也露了一手，她现在对我也颇为信任。一日傍上2棵大树，宁烨，多亏了你啊！咱们许家荣华富贵那是指日可待呀！哎，二叔，你这是哪话？日后我还是要多向二叔请教，毕竟在为人犬马方面，还是您比较有经验。不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宁烨大有赶超之势。我这一身武艺不都是二叔你教我的吗？哎，不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浪更比一浪。哎，不，一日二叔，终身二叔。不，世界是你们的，未来还是你们的，一切都是你们的。没有你们哪来的我们啊，二叔？哎呀，你可千万不要谦虚啊，宁烨。我跟你开我给你开！你别打！你别打！你别打！陶大人，许仙安呢？不知道啊，刚才还在呢。李大人。许七安呢？你又来找许七安干啥子啊？这个铜锣我看上了，
让他来我威武堂报道。你啥子意思啊？哦，江金罗看上他了，让我来提人。你说这小子什么狗屎运呐！别碰！你回去告诉江大人，我不同意。你敢拒绝江金罗？我告诉你，我来就是通知你，啊，大人还等着呢。就算江金罗今天亲临，我也还是那句话，我不同意。你是疯了吧？你敢对江金罗不敬啊？我管你江金罗、李金罗，我告诉你，你到我春风堂，你知会一声叫领走我的人呐，没门儿！你是不是喝假酒了你？你才喝假酒了，到我这耀武扬威的，你也配？你嘴巴可真臭啊你！你说谁嘴臭？你把话说清楚。哎，就说你呢！啊，江金罗的命令你敢不听啊？哎，那好，那我就是嘴臭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跟我说话。原来许西安这小子就是当初破了税银案的长乐县小快手，就是那个仅看了卷宗就破了税银案的小快手。没错，现在平远伯被杀案是我负责。虽说魏公替我扛住了来自朝堂的各方压力，但我绝不能懈怠，这样魏公会质疑我的能力。这小子擅长侦查办案，正是我需要的人才呀。头会引识人。等陶银罗将他带来后，正好派他去调查平远伯的案子。我看上他不光是这一点，还另有件事。是什么？这小子与司天监关系匪浅，若是能到我麾下，我便可通过他向司天监购买法器，提升咱们的战力。怎么了？李玉晨，把我给赶回来了。什么？义父，我想清楚了，我要许西安纳入我的麾下。为何？因为我最近几日有要案查办，许西安又是缉拿办案之才，正好可以协助我办案。我也一定会让他得到最好的锤炼。义父，案子我这边也不少。说到历练，许西安在我麾下都有进步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杨艳，都指挥使的位置我让给你，我只要许西安纳入到我的麾下。啊，都指挥使的位置本来就是我的，怎么就成你让？义父，都指挥使的位置我不要了。前些日子司天监送过来的法器我也不要了，我就要许西安。我不要法器，只要许西安。我要许西安，义父。我要许西安，义父。这是你们的事，我不予定夺。好，你给我一个痛快话，怎么才能把许西安给我？我给你一个痛快的说法，怎么都不会给你。杨年罗，卑职有要事禀报。说，江金罗要抢许西安。什么？哎呀！大人，您这么干等着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不如这样，您先回去，到时候我们通知您。不必。杨大人，杨大人。杨金罗来的正好，许西安可否调到我麾下？不行。我偏要呢。按规矩办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江金罗和杨金罗去了演武场，好像是因为一个铜锣，两人要按规矩办。怎么可能？一个铜锣能让两位大人大动干戈？今早陶满去找李玉春要人，人家没给，两人大吵了一架，然后各自找了金罗。靠平武府的争斗可不多见，快去看看。走。杨艳和江立中怎么回事？堂堂金罗为了一名铜锣便大动干戈，真是有失体面。这不让属下们笑话吗？二位有所不知，
这位铜锣可不一般呢。杨艳，你跟老子来真的啊！要打就打，废什么话？好啊！他们也来抢人？江大人还不知道呀？看来你们抢的这个铜锣是假上。假上！杨艳，你的对手是老子！哼，抢吧，人越多越好。只要不在杨艳麾下，他跟谁与我无关。他刚说什么？他说你们抢的那个铜锣是假上。假上？许仙？我刚是野上，那是假上。人都去哪儿了？快点，快点，一会儿赶不上了，快点！哎，兄弟，哪儿去啊？看金锣打架去了，快点！金锣打架？完了！哎，等等我！这群人！哎，兄弟，怎么个说法？听说衙门来个假上自制的铜锣，你看那几个金锣打上了。打更人自成立以来，从未出现过假上的，这么厉害，这就是人间的层次。对了，那个铜锣叫什么？哪个堂的？你打听这个干嘛呀？你是不是傻啊？此人肯定前途似锦，趁现在还是个小小的铜锣，我们尚有交集，赶紧结交一下呀！说的对呀。哎，有知道那个铜锣是谁吗？好像是春风堂的，好像姓许，还是个铜锣。对。哪位是春风堂的许铜锣？应该是我。许铜锣，微公有请。哦，跟我走吧。兄弟，我见魏公不方便，帮我处理一下，我要请你喝酒啊！啊！魏公，你要去见魏公！魏公，您找我？过来。是。杨艳一役破境，枪艺锤炼得很好。若能继续打磨体魄，不出10年，定能突破3品。律中呢，气血充沛，体魄万中无一。若能像杨艳一般，将武艺融入拳脚，他日成就必不在其之下。所以。你想好跟谁了吗？属下不敢。哦，还有你不敢的事情啊？天地会6号的事情也是事发突然，属下也是。好了，我没有怪你。坐下。哎。
事关你的前途，所以我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。场上是金罗，场下全贤人。若为假上弓，两者皆为地。哎，怎么样？我这诗词有精进吗？把精力放在习武上吗？哎呦，徐家章，哎，怎么样？魏公跟你怎么说的？随便聊了两句，问我想选哪个金罗。徐家章，你怎么说？回去再说，先看会儿。义父，您找我？他们都上了，为何你不上啊？没兴趣。哦，之前不是还讲要将许千安收入你的麾下吗？怎么了？那您就是明知故问了。延安这小子最近都不把我放在眼里，都是因为许谦。哦，所以你就把贾胜的事情传出去了？那不是想灭灭杨艳的威风吗？好了，把他们都叫回来吧。是。许谦的事情有定论了？他选了谁？你们想啊，我若是选了杨金罗，岂不是煞了达根人其他金罗的面子？这日后我在达根人如何自处？是。哎，你选江金罗呀？那江金罗为人性格刚烈，你跟了他，没人能欺负你。那就更完蛋了。先不说我杀了杨金罗的面子，在江金罗那儿，日后我就是个见异思迁的小人，这以后相处下来，心里多少会隔一层，那待着就更不痛快了。有道理啊。那你真的谁都不选了？当然要选，不过得让别人帮我代选。代选？代选是什么意思？代选？谁赢了呀？我赢了。我若不是收敛气息，你撑得过10合？我要是用枪的话，你不是1合之敌。口出狂言呐！要不再试试？试试就试试。好啊。杨艳，在。勘察。是。许千安说了，关于调职一事，他也有自己的想法。他怎么说的呀？
以我现在对几位金罗的认知，还无法做出最正确的选择。这有何难啊？锤炼武艺，跟杨艳。若想练体魄，江律中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不尚武，或者说，身为打更人，属下所追求的，并非绝对的武力高低。那是什么？魏公可还记得您为何评我为假上？咱们这位小铜锣说了，这首诗便是他的心意。你让你狗帮一拳。没错。既然左右都是错，索性乖乖闭嘴，把选择权交给魏公。那你之前为何还做那首诗呢？不是多此一举吗？这你就不懂了。我若是上来就提让魏公选，怕是会留下胆小怕事、没有主见的坏印象。但我若是提那首诗，一来是可以表明我立场鲜明，是个根正苗红的打更人；二来可以以诗咏志，再次拉近我和魏公的关系。毕竟，他一定是因为喜欢那首诗，才将我评为假上。许仙，你这不是你啥鸟吗？许仙，你过来让我看看。不是，我过去看，我过去，来，我过去看，你是不是800个心眼呢？行，这些都是小意思，精准的把握顶头上司的好恶，那是每一个打工人的必修课。打工打更人。这妙！魏公给你选的进路，那肯定是最好的进路。哎，那个，哎，你到时候能不能把我俩弄到里边？你俩想调职？银罗哪有金罗香？许铜锣，魏公的调令下来了。魏公把他调派给哪位大人了？这我不知，李银罗叫你过去一趟。让道，让路。这条道给我肃清。许大人出门喽！鼓掌。头儿，真是你的意思？这是魏公的意思。听说你去了趟好奇楼，不是你做的选择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铜锣，哪有选择的权利？不过我依旧据理力争，硬着头皮问魏公。我可不可以留在春风堂？我可不可以留在头您的麾下？留在我的麾下？头儿，说真的，一开始我也想走，但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我已经把自己当做春风堂的一员了。当我踏入这个屋子的时候，我觉得；外出办案时，我也觉得。虽然
您对我还是有些误会。我打心底里是真的想留在春风堂。那魏公咋个说？魏公觉得奇怪。放着金罗不选，选我这个银罗，任谁都会觉得很奇怪的。那都是偏见。什么金罗银罗，不都是打更人，都是为民办事，哪有什么高低贵贱？你真这么认为？我一直这么认为。只可惜我一个人这么认为没用。我是谁？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铜锣。人悲眼青，魏公到最后都没有理会我。头儿，这个事情是我欠你的，日后堂内有什么需要，我许其案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啊不，宁爷，不必如此，必须如此。一日春风堂，终身春风堂。无论魏公以后把我派到哪儿，我的心一直留在头城，一直留在春风堂里。你这句话，我就知足了。哎，我去给你拿调令。调令，在这儿看不合适吧？没有想到吧，魏公竟然被你给说动了。哎，你是咋个？没事，哥，我太激动了。魏公真把我派给你了？魏公亲手写的调令，没有人可以更改。还改不了？你放心，不但不能改，为了防止其他人打你的主意，魏公特意加了一个时限，3年，3年之内你都会一直跟着我，不会再有任何的人事调动。3年。李玉纯，那不还是在杨艳麾下吗？魏公，虽说杨艳她是您的义子，你也不能这么偏袒她吧？放肆！进去多久了？有一会儿了。那看来头没那么容易接受，毕竟是假上。哎，头这几天呢，肯定会心情不好。这调职一事啊，先缓一缓啊。还有点舍不得头。人嘛，高处走嘛，水往低处流，对不对？那将来这么发展，我就是宋金罗，你就是朱银罗。也对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请他去趟教坊司玩，请头啊！哎，你还坐在那儿干啥子？过来！我是不是干错了？他怎么笑了？啊，最后的坚强罢了。那咱们就说好了啊，以后咱们就兄弟相称。谁要是敢欺负你，
就是欺负我春风堂，我绝不饶他。兄弟相长，哼，最后的挽留罢了。以后跟着我好好干，我一定全力栽培你。不是，好好干。最后的，哎，你们两个坐在那儿干啥子？干活去。哎，好好。哎呀，一会儿你定个地方，我们好好的喝2杯，我请客。是头。嗯，你喊我啥子？哦，春哥。嗯，春哥。哦，对头。宁燕，什么情况啊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什么情况？我也想知道什么情况。走吧，宋金罗。我还有机会登基。哼！其实我觉得跟我们待一块挺开，要不去喝俩？我想静静。魏公息怒，属下失言。既然魏公以下决断，属下自当遵命。只是，属下能否知道，您为何选择李玉春呢？许全安心思活络，不讲教条规矩，做事只凭本心，所以，他需要一个性格刻板的人作为上司。李玉春这个人做事，眼里不揉沙子，换做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，都会和他产生矛盾。话虽如此，可那李玉春他毕竟只是个银罗呀，许七安怎会服他？他会的。他们是一路人。你既然选择了我，就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办事。身为打工人，不可贪赃枉法，不可以下犯上，更不可以鱼肉百姓。否则，纵使你是假善，纵使你有一日站在比假善更高的位置上，我也绝不会容你。春哥的话，我许其安必铭记于心。既如此，我便放心了。今日，你我兄弟不谈公事，进火教！哎呀，来，谁陪我啊？这样是不？以后在春风堂，我罩着你。来，一日春风堂，终身春风堂。还有什么项目啊？都过来。按照我刚吩咐的去干活吧。1号、3号，你们是不是发现我的藏身之地了？有人吗？大半夜不睡觉，吵什么吵？
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道长，安济馆被发现了。什么？你现在是什么情况？需要帮助吗？不用，我还没有暴露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安济馆是什么？安济馆本是东城的一间废弃祠堂，我将救下来的孩子都送在了那里，这些年也一直苟延残喘地维持着。一个同样没有地方去的老丽人，还有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、孤寡老人。可是今天，朝廷忽然记起了那个地方。小娘，把那家子抬走！你们！师傅，我们在修缮祠堂，请您靠这边。哦。我是来帮忙的。好，那扫干净点啊！你等会儿把上面也扫一扫啊！我本以为他们是冲我去的，要捉拿安济馆的人回去审问，但是他们竟然修缮了院子，还把这些年拖欠的银两都弥补。老丽媛曾经去过好几次户部，但都被赶了出来。我知道，若是没有特殊原因，是绝对不可能有银子拨下来的。原来如此。1号，你在京城是你做的？不是我，不是你。这种好事儿不可能是4号吧？不是4号，不是1号，也不是4号，那么在京城的就只有3号。哎呀，你们也太看得起我了吧！我哪使唤得动朝廷的人？这件事，你不要再管了，我会派其他人去调查。是魏公。义父，安济馆的事情已经办妥当了，打更人没有出面，而是找了工部主管修缮的丽媛带人去办。办得好。只是这安济馆是什么地方，义父要特别关照。难道跟平远博一祠有关？这是收留无家可归者的地方。还有一件事，杨艳在。交给李玉春去办吧。可否知道我的用意？是。疼，这个物资还脏不脏？哼！你们这些挨千刀的，亏我以为你们还是好人。呸！善恶不分的东西，别再装模作样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要么把刘县令送回来，要么，你们就滚，滚得远远的！打更人执行公务，休得无理扰乱。来抓我呀！来，抓呀！来抓我呀！抓我！
白瞎这馒头了。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暂且无愧。涛儿，吃馒头不？吃啥子馒头？说正事儿呢，滚！哎，那太康县令被捉拿下狱了，我还以为魏公会网开一面。是有原因的。你当初提醒我，大黄山河间杂税严重，一旦上报封山，百姓的生活不会好。你劝我替太康县令求情，你猜魏公咋个说？咋个说？大黄山有硝石矿，魁族是如何知晓的？这可是在大耕人的眼皮底下。你是说，有人与魁族共谋？哦，这大黄山是太康县的地界，县令瞒着不上报，是为了不暴露魁族的踪迹。这太康县令是魁族的碟子？人现在已经交给京兆府了，正在审讯当中。不过，他私通魁族之事，楚姑娘已经望出来了。多亏了魏公，真有意思。你啥子意思啊？魏公为人嫉恶如仇，但又乐善好施，整日一袭青衣，烹茶、读书、下棋，完全没有一个上位者的姿态。但是呢，又心思缜密，洞察秋毫。哎，听说他还不会武功，这样的人能够走到统领打更人和督察院这一步，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！你竟然这么看魏公？在我眼里，可与你截然不同。魏公当初文能治国，武能平乱，战力更是深不可测，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品级。跟上。 19年前的凌渊关大捷，魏公作为三军统帅，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就把来势汹汹、堪称无敌的北方妖魁两族打得落花流水。 这一战，魏公立下不世之功，不仅挽救了整个大唐，更是被尊称为大宋军神。如今大宋的高品武者，大部分都是那个时候起便开始追随魏公，武道上受其指点，才成长到如今能独当一面。所以，你们明白了吧？ 好。我以前啊只听说过镇北王的英勇事迹，现在看来魏公远在其上。哎，不过魏公为什么现在不会武功了？魏公建立打更人不久，便自废了武功。啊？
为什么？没人晓得是为啥子，也无人谈起。魏公本人对此也颇为忌讳，所以你日后莫要妄议。哎，那不是跟咱一起去大荒山办案的那捕快吗？军政府。徐大人，可算找到你们了。楚姑娘有请。楚采薇啊！是。人是你杀的吗？是不是？下去吧。下一步。人是你杀的吗？是不是？是吗？是。下去吧。楚姑娘，徐大人到。啊，许七啊，你可算来了！不是，这什么情况啊？都怪你，都是你那个什么臭摸鱼大法害的。摸鱼？关摸鱼大法什么事儿啊？我用了你的摸鱼大法，自称害了怪病，想借故不去衙门，那陈汉光当即同意了。这不挺好的吗？好什么好？陈汉光，他那个大混蛋，他说我是可以不用去衙门了，专职负责外勤办案。所谓外勤办案，说穿了，就是把这些涉案人员让我用望气术一个一个全部看一遍，3、5个就还则罢了。你看看这门外，涉案人员几百个呢。这几日不分昼夜，我就望呀望呀望。望得我眼冒金星，头昏脑胀。对哈，望气术还能这么用，我以前怎么没想到？我不管，反正我现在是望不动了。既然你来了，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了。看看啊，死者名为刘汉。是镇守城门的小旗官，昨夜深夜被人杀害，死于案台之上，各处完好无缺，没有钱财丢失，也没有破坏门窗的痕迹，大概率是熟人所为。死者坐姿端正，从仰头的角度来看，是瞬间死亡，没有挣扎。看来死者与凶手不但认识，还是个让他非常敬畏或者害怕的人。这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正常人在自己家书房，坐姿应该是放松的、惬意的，而不是端正的、一丝不苟的。除非他面前之人，他不得不恭敬对待。有道理。那卷宗上也说了，昨夜并没人来访，他近期也未与人结仇。或许我们要问一下刘汉的直属上司。刘汉的上司是金吾卫百户，现在应该这才能来。叫进来吧。是。希望这是最后一个。周百户，我问你，刘汉可是你的手下？正是。他最近可有异常？没有。他值守皇城期间，可有可疑人或者物品进入皇城？没有。会不会是没发现？把守皇城的士卒众多，单单贿赂1人是没有用的，除非全部受贿。那或者受贿的人是你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周百户，我只是例行问话，还请你多配合。我没有受贿，你不是打更人吗？不信可以查我，我周赤雄没做过亏心事。
还有事要问没有？我驻地还有事，没事我先走。多谢配合。他真没说谎。千真万确。不应该呀、难道是因为我想多了？四姑娘，门外还有180余人待审，要不要继续啊？什么？我衙门还有事儿，就不耽误你办案了啊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先溜为敬啊？你教我的摸鱼大法第7式。啊哈哈哈哈哈！啊！你真的不能不管我，我再往下去，我的眼睛都要废了。帮帮我，帮帮我，帮帮我！你听过眼保健操吗？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7、2，眼睛闭上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果然感觉清晰了很多哎。此法贵在坚持，你之后每日早晚各1次，每次各1刻钟，定能明目养生。此法甚好，还有没有？你继续教，我回去推行给4天见的大家。还有最后一节啊，名为按太阳穴轮刮眼眶，大拇指放在太阳穴上，用你的食指刮你的眼眶，上一次下一次交替一下。不然大哥你轻一点会死人的。轻一点，太阳穴可以轻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桑博古称玄武湖，相传大奉开国皇帝曾在此处得到一把镇国神剑，依靠此剑，他在湖中悟道3年，破关而出，手持宝剑重整旗鼓，继而百战百胜，最终推翻前朝，一统中原。此乃开国皇帝的正道之地，也是大奉万千子民的薪火之源。大奉毗邻桑博，建立帝都，后人呢，也是将先贤之法相供奉于大奉湖中央，寓意永镇山河。这便是桑博祭典的由来。后人呐，皆引以为傲，口口相传的帝都传说。宁言呐，没传到你那儿啊？咋啥也不知道呢？说完了啊？你别停，你别停，再说点。你不说我要睡着了啊。桑博呀，有着非同一般的象征意义。因此呀，陛下会携众皇室子孙以及朝中的大臣亲自祭拜。说完了，继续。我们打更人呢，守在暗处，保护着皇室的安全，看着休闲，其实相当安静。今日到场的高手啊，4品以上，那得有2手。
哎，你别栽下去，怎么这么虚呢？你这几日是怎么了？总是昏昏欲睡的啊？背着我们去教坊司了？不是，魏公说我练气境到了瓶颈，只有不睡觉摸索极限，这日后境界才能稳固。练神境？什么？你都练神境了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感觉特别强烈啊！哎，我快不行了。哎呀，这不是你话多嘴碎，赶紧多说几句，陪他说话。哎，那个我这三毛湖啊，这风景秀丽，上过湖呢，水深鱼多。我说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再多说几句啊！我宁烨。大凤凰氏只有2位公主，那她就是宁安了。公主，那边别贪我的气势，你看那边。他怎么在这儿啊？快把他弄走！公主有令，令你们3人在此严加看守，不得上前半步。公主啊？公主为什么调令我们呢？这么远守什么？守灵吗？难道是宁安招揽我不成，就故意刁难？果然小肚鸡肠。灵儿，王师母，你许久不来探望师母，王府的石榴都熟透了，都无人尝鲜。最近可有收到平阳的消息？近几日平阳姐姐是有带消息来，她说她一切安好。希望您不必忧心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师母，父皇要主持大典了。灵安，没事，多去我府上坐坐。安审已毕，恭迎陛下。天乾地坤，四方洪荒。大风之气，浩荡无疆。
为我结成百业腾翔，江河之水奔流兮，吾主荣光久长。这阵仗，上辈子也没见过呀。可惜离太远了，这也看不了细节呀。是啊。哎呀！我记得今天是大凤皇室祭祖的日子，1号、3号，是不是？算算时间，今天确实是祭祖大典。1号没在线，3号也没在线，哼，有意思。不妙，2号这是在试探我的身份，不过1号也没回复。他也在现场，会是谁呢？救救我！哎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啊？哦，你说祭祀的乐曲啊，听上去确实有点就振聋发聩了。救救我！你别，能看着他们，你别，你快站好，一会儿又挨骂。义父，那边有情况。不是，你们真的没有听到吗？没有啊。你肯定背着我们去教坊司了，你的血都出幻觉了你。救救！不是，真有事儿，你听。快别看了。开春陛下！保护陛下！让开！保护皇后。别！快保护陛下！公主，公主，你没事吧？公主，卑职许谦，特来护驾，长公主5万。5万？你来这儿干嘛呀？赶紧走！啊？赶紧走！哦，是。哎，你就是许谦？正是，想必你。肃静！陛下，
微臣失职。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是。一品又能怎样呢？本该有漫长寿元的你，还不是受了人间气运所累，又比普通人多活了几年呢？我20岁登基，打败了所有敌人，才坐稳了那个位子，无人再能与我比肩。可到了最后才发现，最大的敌人是时间。陛下，祭祀大典继续。是。祭祀大典继续。长公主，祭典都完了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你别管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哦。哎呦，不，这是。 你走吧。啊，长公主，这是何意啊？莫不是在下做错了什么事情，至于把我丢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？灵儿对你有意，我不想你与他接触。那也不用这么远吧？不远的话，他追上来怎么办？上峰，走。 此为半月香，见香如见我，半月如伴君。上官旭雪，你是未来的皇后啊，何与此僚私婚？爹，来人呐，把她给我拿下，把小姐带走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 小姐，
义父，义父，有关桑伯虎的典籍都在这儿。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无事。永镇山河庙内的神剑复苏了，现在已经重新沉寂。元景帝进入庙宇1刻钟，不知道做了什么，之后便照常进行庆典。1号，你果然在现场。在剑气冲霄之前，贫道看到一股魔气在桑伯凝聚。我也察觉到了，但仅是一闪而逝。所以说，祭祀大典之时，有大妖或是魔道之人靠近京城，使镇国神剑应激复苏，惊退了那位高手。可是京城有监正坐镇，试问哪位高手敢进攻京城？或许并非有人来袭，而是桑伯本身藏有秘密。3号，因何有此结论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听见桑伯湖传来求救声。难道这桑伯湖底下镇压着什么东西？1号，你是大凤人，你可有想起什么？不可能，若真有此事，我会收到消息的。1号是朝廷的重要人物，这就意味着只有皇室，甚至是只有元景帝一人知晓。我会试着查这件事的。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是桑伯湖里有什么秘密吗？这不是你们应该知道的事情。忘记今日发生的事，不得追查，不得私下议论。是。公主，临安公主伪装成您，招募许七安已有10日，属下不明白，您为何不出面拆穿？他喜欢便随他去。魏公那边有何动向？庆典之后，派杨业去了趟司天监，而监正却托病不出，杨业便和陛下派来的杨公公均未登上观星楼。公主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继续盯着桑伯，尤其注意郑国剑。若有异动，速来向我汇报。遵命。你想出来办法了吗？想不出来办法，继续想，是不是？要想不出来就别说话了。有办法，那有办法。我们一点办法都想不出来。想不出来办法，还搁这个地方要。想出来办法。吵半天了，吵出法子了吗？哎呀，别说了，公主，您别急，今天不都已经瞒过去了吗？今天是瞒过去了。可怀庆那么聪明，不久就会识破的。而且今天那么多人看见我在说话，有心之人要是去探问探问，那不是露馅了吗？哎呀，瞒不过去就算了，大不了咱们再找个会写诗的。不行，不能让他走。公主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许铜锣了吧？我喜欢他。她就是一个小铜锣，而我呢，我可是大凤第一公主。是吗？可是今日那个小铜锣飞身救您时，您为什么要赖在人家身上啊？你调笑我？不敢不敢。赶紧想法子呀，看什么看？公主，奴婢有一招，可以让她誓死效忠公主，绝无儿戏。只不过这一招嘛，赶紧说吧，别摆谱。招他做面首。招他做面首。